56岁女子每天大便3、4次，胃镜没查出问题，做了内镜超声确诊癌亡。在工厂上班的王阿姨最近肠胃出现了问题，每天的大便次数明显增多至3、4次。起初她认为是自己饭量增加了，就没放在心上，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好转。有天上班时，她突然感觉腹部一阵剧痛，接着便倒地不起，家人连忙带她到医院检查。来到内科，医生首先给她开了胃镜检查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王阿姨舒了口气，医生拿着化验单说，即便检查结果没问题，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还是多做个检查求个心安吧。说着，医生便给开了个内镜超声检查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在场人都吓了一大跳，王阿姨竟然患了胰腺癌。癌王胰腺癌。胰腺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消化、调节血糖，它是人体内很小的器官，隐藏在深处，不易被发现，同时也容易被忽视。别看它小，但只要出了问题，麻烦肯定就少不了。和其他的器官不同的是，胰腺发病具有隐匿性，不易被诊断。患者等到有明显症状时才去医院治疗，那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，肿瘤大概率已经在体内扩散到了中晚期阶段。这也是胰腺癌被称之为癌王的原因，就算有点胃胀腹痛，也以为是吃坏了东西，当成普通肠胃问题治疗。除了不易被发现外，胰腺癌治疗起来也比较棘手，因为它位置刁钻，被胃和肠道包裹着，医生进行手术难度加大，并且胰腺周围遍布丰富的毛细血管，医生一般也不会建议手术。为了避免风险，都会建议患者做保守治疗，尽量减轻痛苦，延长生命。那么早期的胰腺癌该如何识别呢？又该如何预防？得了胰腺癌怎么治疗最好？2. 胰腺癌如何识别？大多数胰腺癌患者在患病初期没有明显的症状，因此患者不易察觉，可能有少数患者会有轻微腹痛伴随消化不良的症状。就像王阿姨在检查出患病之前，只是大便次数增多，她自己也认为是单纯的消化问题，没有往癌症方向考虑，也不会主动去医院检查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病情逐渐加重才引起重视，但是为时已晚。那胰腺癌来临前，身体会有什么反应？患病前胰腺是否给了机会？1. 排便异常。如果你发现你的排便出现异常，比如排便次数增多或减少，连续腹泻超过几周，这可能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。你以为是肠道问题，实际上是胰腺的病变影响排便。严重的患者在中后期甚至出现便血或黑便的症状，这种情况不容忽视，需要马上就医。2. 体重明显下降。如果你最近没有持续运动并改变饮食习惯，体重却明显下降时，就需要引起关注了。我们有时会自然而然认为体重下降就是消化不好，肠胃没有吸收食物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那是因为癌症导致的体内新陈代谢的异常，通常和消化系统等无关。同时，肿瘤的生长也需要养分，它会消耗摄入的能量，导致体重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食欲不减，体重却一直下降的原因。3. 持续性腹痛。腹痛是胰腺癌的重要标志，而且胰腺和胃靠近，往往会被认为是胃部的问题。当你的腹部出现间歇性剧痛或持续性疼痛时，就要警惕了。而且这种疼痛一般不会减轻，时间越长，疼痛程度越会加剧。4. 背部隐隐作痛。胰腺癌的症状往往不是单发的，腹部疼痛的同时还会伴有背部的隐隐作痛，千万不要认为是关节问题。很多人来到医院自述说最近劳累导致背部疼痛，这就误导了医生的诊治方向。5. 黄疸。胰腺癌症状明显的患者还会出现黄疸，黄疸是指眼睛和皮肤表面颜色变深发黄，这时候说明患者病情已经加重，肿瘤开始压迫胆管。3. 如何预防胰腺癌？既然胰腺癌这么可怕，生活中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避免患病呢？1. 注意饮食。癌症其实并不是突如其来，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。经常摄入油炸等高热量食物会增加肠胃负担，高糖高脂的食品带给胰腺更多压力，所以调整饮食习惯是预防患病的第一步。要想拥有健康的胰腺，首先要忌口，少吃油炸食品，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食物，比如水果和粗粮。
它们不仅可以为身体稳定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支撑健康，还有助于消化，让肠胃更加畅通，减轻胰腺的工作量。还有一些朋友只吃红肉不吃白肉，这就需要注意了。红肉虽然口感好，但是多吃无益，并且如今市面上存在很多加工的肉制品，对胰腺并无益处，会给胰腺增加负担。医生告诉我们，过多的摄入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只会增加胰腺的患癌风险。生活中要控制此类食品的摄入，可以选择用鱼类、鸡肉等代替。还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暴饮暴食，养成少食多餐的好习惯。还有人喜欢在深夜吃夜宵，这是种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二、加强运动。大多数的病都是做出来的，因为缺乏运动，很多人身体都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，而不运动导致的肥胖就是患胰腺癌的重要因素。现代人宅在家里成为常态，哪怕每天坚持外出运动半小时，都不会给健康造成如此大的危害。坚持运动不仅可以瘦身美颜，关键是可以促进肠道的快速消化吸收，减轻肠道和胰腺的压力，加快体内废渣的排出，保持胰腺和肠道外壁的光滑。不仅如此，经常运动还能调节血糖，加大对胰腺的保护程度。所以每天进行适当的锻炼，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。三、戒烟戒酒。烟酒是许多重大疾病的罪魁祸首。吸烟的人患胰腺癌的几率要比不吸烟的高出1倍。酒精会刺激人的肠胃产生不良反应，长期酗酒会给身体健康埋下隐患。所以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戒烟戒酒是很值得的。四、定期体检。很多人不把体检当回事，总是认为身体没什么大问题，根本用不着体检。可等到检查出问题，只能坐以待毙。想要拥有健康的胰腺，定期体检是必不可少的。尤其是那些有胰腺癌家族史的人，更需要定期体检复查。千万不要等到身体给出信号后才开始重视。还有5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，适当进行胃镜或肠镜检查。这些检查能直接检测到腹部内部情况，及时发现器官的病变，降低癌症几率。你或许会问，检查真有这么重要吗？那为什么王阿姨检查胃镜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也正是胰腺癌的可怕之处，胃镜可以清晰看出胃部和肠道的病变，但是无法深入观察藏在深处的胰腺。而内镜超声检查则可以直接将探头深入到胃部深处，细致观察到胰腺的情况。所以定期做检查还是很有必要，尤其是在觉得身体不舒服后，一定要做全面体检。四、如何治疗和应对胰腺癌？既然胰腺癌难以治疗，发病后患者该何去何从呢？家属又该如何应对？一、胰腺癌治疗方案。确诊胰腺癌后，一般都是采取手术、化疗等治疗方法。早期胰腺癌可以通过手术切除，因为发现早，风险低且不易扩散。但是到了中晚期，肿瘤变大，已经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。医生会建议患者采用保守的化疗方式，抑制肿瘤生长和癌细胞扩散。二、医患的自我管理。患上胰腺癌一定不要过度紧张，保持心情愉悦。家人在这个过程中要给患者更多的心理关注和支持，因为病魔带给患者的痛苦不仅是身体上，更多的还是心理。大多数患者在患病后积极接受治疗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坚持养生和运动。这样虽然不能治愈，但是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。结语：王阿姨的例子告诉我们，一定要注意日常保养和检查。即便如今的医疗设备如此先进，依旧有许多的病症不能被及时诊断。目前胰腺癌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筛查方法，但是也仅仅是针对于那些胰腺癌高发人群。普通人群如何去防范应对胰腺癌仍旧是个难题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我国医学一直在寻找突破口，试图从技术手段上寻找更先进的诊断治疗方法。但这前提是需要大家对胰腺癌有着足够的认识和重视。众多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对于身体出现的任何异样都应随时保持警惕。提前发现意味着有好的治疗选择，这也有可能成为生命的转折点。生命是脆弱的，王阿姨的故事是一个警示，同时也是一个提示。她告诉我们，有些看起来不值得注意的小毛病，有时候却会引发大问题。
我们都应该时刻关注身体状况。希望大家都能对健康引起足够重视，共同努力创造健康的生活。